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莱纳斯生活频道。今天的影片非常的简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 Sony 它的 PS5 拆解，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东西。OK，Let's go。好，首先呢，这个拆解的呢是 Sony 的 Mechanical Design 的老板哦，所以不是普通的作仔 ，OK， 大人物来的哦 ，OK， 所以第一个东西。Sony 的这个系统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将会在11月12号发售啦，所以现在它就来一个 announce， 看一看到底这个东西里面是怎么样子的。OK， 好，首先你看到的就是它的 size 了，很明显它的 size 是非常的大的，你看它的身体跟它身体差不多 length 那个 length 了，对不对？然后它前面也会跟你讲说，一开始会跟你讲它的 port 啦，前面有 USB port 啦，然后它后面也是有2个 USB port 啦，然后也是有它 LAN cable、HDMI 2.1 跟它的 power port。你也发现到这样东西，就是它的 optical audio 的 output 是没有掉了的。OK， 好，这个PS5 呢，它可以用直的或者横的方式来摆放，它怎样摆放都好，它都必须要用到它的这一个底座，而这个底座呢是随机附送的，所以你不用再去买了。然后拆这个底座的时候呢，如果是直立的时候呢，它必须要锁这个 screw 进去里面。而且 Sony 我很喜欢的今天这一次的设计，就是讲说它准备了一个 bugging 位置给这个 screw， 所以你的 screw 就不容易不见。除此之外呢，它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 rubber 的一个 cap， 就让你去塞在那个机身上面那个 screw hole，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设计。如果要横摆放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底座旋转，然后呢，你就可以后面有2个卡勾进去机身那边，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摆放的功能了。其实摆放的功能把横放了之后呢，它有一点好像 floating 的感觉，所以是非常的也不错看我觉得，但是我觉得直会比较好看一点点。OK， 好，当它拆完这东西之后呢，就是拆它的旁边的2个的 side panel， 这2个 side panel 呢是有功能的，它不是只是摆美罢了的。功能是什么？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就是你从它的 PS 的那个 logo， 来，我们再看多一次，我们在 PS 的这个 logo 敲开一点点，往下 slide 就可以拆出来了。同样的，另外一边也是一样。OK， 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到，一拆开来就看到一个很大的风扇，它这个风扇呢是可以2边同样吸风的，而且这风扇也是非常的厚。因为什么会这么厚呢？其实它有它的用处在。好，当你看到这边的时候呢，这就是你可以拆到的程度。如果你要往下拆的话呢，这样就会 void warranty 了你看到它现在指着这2个点这个点跟这个点呢，就是他们这一次新设计的一种叫做 dust catcher 的东西，就是讲说它可以让你用吸尘机在这2个洞把里面的灰尘给吸出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啦，对于 maintenance 也非常的友善。然后呢，这2个洞呢，其实就是一边有罢了然后它上面的那个2个 intake fin 呢 ventilation 上面，它也是可以拆掉的。OK， 就接下来就是看它的expansion card。我们都知道这一次 PS5 呢，它可以让你自己去加 SSD， 所以它是 SSD 呢，它不像 Xbox 一样用那种特制的 size， 那个会比较贵。这个呢就是 M.2 size 的罢了。通常在电脑店里都可以买得到这种 SSD， 而且它这个还很细心的，它为你准备了不同的洞。因为SSD card 呢，它有几个 format 的，最长的大概是这样子的 size 啦，然后越来越短这样子。所以当你买到不一样 size 的 SSD， 你也不用担心，它都能够 fit 到进去里面，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的贴心的设计啦但是开 SSD 呢就不像 Xbox 这么容易啦，就需要开一下它的 side panel 才可以换得到。好，接下来呢，这就是它的 sticker。如果你拆了这个 sticker 的话呢，就会 void warranty 了的大家注意然后呢，拆完这个 sticker 之后呢，这一片东西呢，其实就挡着它前面外露的那些电线。也就是讲说，如果你要拆这个风扇的话呢，你也必须要把这个 sticker 给撕开来。OK， 好，现在呢，他就去拆这个风扇。这个风扇的 diameter 有120mm， 然后它的厚度呢大概是40多mm。为什么它要做这么厚呢？其实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把风扇给做薄的话呢，它的带风量它的 air volume 呢就不多。如果要带得快一点，风要大一点的话呢，就只能够转快一点，就带快一点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风扇的厚度加厚呢，它的带风量就会更加高。
然后你的风扇也不需要转得太快，也可以有足够的空气进去你的 system 里面。所以呢，这一点就解决了当初在 PlayStation Pro、PlayStation 4 Pro 上面的那种 Jet Engine 的声音的问题，也可以让你的整个 system 更加安静、更有效率。好，接下来拆的呢就是它的 DVD 不是 DVD drive， 我们这个叫 Blu-ray Ultra 4K 的 Blu-ray drive。它这个 Blu-ray drive 呢，它就讲说它用了2层的外壳去盖着这个 Blu-ray 的 drive， 目的是为了让它没有那么潮，也让它比较别让它比较稳定。其实除此之外呢，你也看得到它这里的4个 screw 它有放着那个 rubber washer 的一个垫在上面，so that 当这个drive 它在运作的时候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防震的效果。这也是为了安静而做出的一种设计。当然，这种设计不是索尼第一次啦，它也是在业界也是很平常的。好，拆完这里之后呢，你看到它有2条 antenna 电线一个是往上的，一个是往下的，也就是讲说它的 Wi-Fi 跟 Bluetooth 的 antenna 呢是上下都有的，所以无论你怎样摆放都好，都可以给到你足够的reception signal 啦。然后你看看这一个 side panel 也是很大片，它也是有 heatsink 在上面的它主要的 heatsink 呢就是为了散热这上面这一排的 capacitor。OK， 然后呢，它下面的 bracket 呢，这2个 bracket 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盯着那个 PCB 我们最重要的 component 就是 SoC 那边，所以当我的 PCB 在twisted 扭动的时候呢，不会那么容易伤害到这个 SoC。好，我很期待这个画面。翻开来，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最重要的 CPU 了。这个就是我们 CPU 加 GPU， 用的是 AMD Ryzen Z2 for CPU， 然后呢 GPU 呢就是用了 RDNA 2， 也就是最新一代的graphic engine 了，所以可以比得上那种现在最新的电脑。后面呢你也看得到还有放了 16GB 的 GDDR6 的 RAM， 它把 RAM 跟 CPU 分开2个 layer 放，其实也是有很好的一个散热的作用的。然后你就看到这一次的 SSD 它就是直接焊死在 PCB 上面的。然后呢，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注意到这个 SSD controller， 它并不像普通的 chipset 这样子直接焊在那个大的 PCB 上面，它是另外自己有一个小小片的 PCB 的。所以呢，从这里呢，我自己大胆的猜测，这个 controller 呢，外面也是买不到的。这是 Sony 自己特别定制的，也就是讲说 Sony 自己做这个 controller， 然后 send 去给 Foxconn 他们做 SMT 的，所以也就是讲说索尼对于这一个SSD controller 真的是很有信心，或者是对他很大的期望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抄到他的这个科技啦。OK， 然后呢，这个这样强的 SoC， 它一定会发出很大的热能，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很好的散热系统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 Sony 就花了2年的时间去 develop 了一种叫做 Liquid Metal 的一种散热的方式。当然 Liquid Metal 不是新东西，很多电脑里面都会用到，但是 Liquid Metal 很危险，因为它是一个导电的一个液体，所以当你碰到别的地方之后它就会触电。所以索尼怎么做呢？它就是如图，你看它就是在上面，在我们刚才 CPU 的位置它就做了好像一个游泳池这样子，它旁边的 gasket就是海绵这样的东西，就防止这个 liquid metal 漏出来。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银色的地方是已经硬咬的 liquid metal。这个 liquid metal 呢，它在热的时候呢，大概可能60-70度的时候呢，它就开始会融化，它就造成一种液体状的状态来作为散热的效果。所以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Sony 这一次可以把这个 liquid metal 放在 PS5 那边，因为它不怕人家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呢 Sony 呢，它有对这个科技，它这个做法有一个 pattern 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了。我可以缩小一点点让你看一看。好，现在你看到的中间这个11，就是它中间这一块银色的下面我们的 SoC， 然后呢黑色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它所谓的这33号的这个gasket 防漏的一个 steel， 所以上面它有 heatsink 啦，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它很大块 heatsink 压在这个东西的上面。所以呢，这一个整个 chamber 里面呢，它造了一个封闭式的空间在里面，
所以你的 liquid metal 无论在里面怎样流动都好，它都不会跑出来碰到别的 component。这个是 Sony 自己的 pattern， 所以如果别的公司要抄的话，可能要想别的方法了。Alright， 我们再继续往下走。我真的很兴奋，想要知道讲说这一个东西是到底比起一般的 thermal paste 会有多大的进步。好，接下来猜到这一个 heatsink 呢 ，before 我给你看 heatsink 之前，我再会给你看这一个黑色的地方。这个黑色的地方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它会跟我刚才黑色的 gasket 压在一起，形成封闭的一个空间。你会看到这里呢有一点点银色，好像露出来的银色一点点的地方哈，这就是证明了说这个 liquid metal 是会露出来，会流动的。所以如果以后你们想要拆这个 PS5 来讲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在你的 machine 冷却了之后才去拆，不要在它热的时候刚刚玩了2-3个小时 game 立刻就拆。这样子你很可能拆的时候呢，你的 liquid metal 还没有完全固化呢，你就会流出来，流失你的 liquid metal， 所以这一点要很小心。好，接下来就是看到 heatsink， 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 heatsink， 它没有用 Xbox 的 vapor chamber， 它是用普通的 heatsink， 但是因为它足够大，所以呢索尼相信它能够散热啦，所以我们就等到时机拿回来之后看是怎样测试了。好，接下来后面这一边就是它的 power supply 啦。刚才我不是跟你们讲说它的 PS5 的 antenna、Wi-Fi 6的 antenna 跟 Bluetooth 的 antenna 有分上下两边嘛，对不对？然后这一个下面你看到银色的地方呢，就是它 antenna 的地方。这个 power supply 呢就是350 W， 比 PS4 Pro 高一点点。PS4 Pro 大概只有320或310罢了。好，接下来看拆这一块，前面这一块呢，就是我们 PS4 前面的那个 glossy 的那一 part， 那闪亮的那一面。所以这一 part 你拆完之后，基本上说是 OK 拆解完毕。好，看到这个画面呢，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是很开心的啦。我就是作为一个工程师，一个 mechanical engineer， 我看到这样子的设计，我就很想要知道讲说当初他们设计的理念怎么样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part。你看到这些右手边这边有很多 screw 的，它拆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它在拆 screw， 所以这边你们要注意一点哦。然后呢，这里有个铁片呢，它也没有介绍到的，这个铁片就是塞在这个 heatsink 跟 PCB 中间，它也是有助于去帮助这个 CPU 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for liquid metal 的作用。然后呢，在这个铁片那边呢，这个铁片就是刚才盖在那个drive 的下面的那个铁片，它也是有个小小的 heatsink 在这边。好，刚才我跟你们讲，这两个 side panel 白色的 side panel 不只是美观作用，它还有功能性上，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 side panel 它可以做 customization， 它可以如果以后索尼要出 limited edition 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不同 pattern， 印上不同的花样，所以它就不用出太多的图令，这一点是节省了成本。而且呢，它这个 side panel 跟它的主体其实是有一定的空间隔开来的，所以无论它的黑色这个主体它跑得多么热都好啊，你摸它的 side panel 的时候呢，你还是觉得它蛮冷的，它不会很热的感觉，所以变成了说它无形中给一个 user 觉得它并不是十分的热。 OK， 这也是它聪明的地方。所以 OK， 这拆解就全部到此为止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design啦，很多方面它都有很细心的照顾到普通的用户，所以真正的效果怎么样子，等到拿到机我们才知道啦。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一边，如果有兴趣的话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们会有更加多macam-macam的影片出来，所以敬请期待啦，拜拜。